App icon 里面终于有叉叉的功能了，哇，这个不知道让我等了几年啊，终于推出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发现，如果你真的要谈到专业化的 AI，Apple 完全是沾不上边的。目前它也只有小的本地语言模型来解决日常的小问题，所以大家最后还是会使用比较方便的大语言模型。但是我们如果实现了完全的 AI 自动化，其实硬体的这些外观、这些样式、这些操作流程，它再也变得不重要。使用者他就不用去管说我要先点击哪个按钮，再滑动哪一个手势，进入到哪一个 App。他们会更加以我们工作的目的或是使用的目的为导向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P 拼科技，我是 BPW，又到了1年2度爆肝的时候啦。现在时间已经是凌晨的3点多，对，没办法，我们就是过着台湾时间，不是美国时间。那这次 WWDC25终于结束了，所以我想要快速的跟大家汇整一些重点，以及我觉得 Apple 目前面临的问题，以及它未来可以应对的策略。所以我在介绍功能之前呢，我会直接先跟大家讲发表会的重点，以及我得出的结论，最后再来跟大家讲更新了哪些细节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来快速讲结论。那这次更新完之后，我觉得 iPad 一定会大卖，对，因为它这次把 iPad 整个功能变得更像电脑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在后面提到，那也让苹果多年停滞的 iPad 销量，我觉得终于有机会突破性的成长。那接着第二点的话，就讲了 Apple Intelligence，那还是一如苹果的往常，它非常注重在生活体验上面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跟生活的结合，但是它在技术层面仍然落后了很多。比如说，我们这次没有看到 Siri 有任何更厉害、更进一步的更新。那它目前也只能透过跟其他 AI 公司合作，像是 Gemini、像是 ChatGPT，但是这些基础的 AI 功能，它也是可以实现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情，比如说像是 iPhone，它就可以使用 Visual Intelligence 的以图搜图的功能，或者我们直接截图我们看到的画面，演唱会的画面，你就可以直接加入到行事历里面。那或是说在 Map 里面，我们就可以透过 Spotlight 搜寻，它可以实现各个功能。比如说，我就可以在 Spotlight 搜寻里面看到我近期复制的项目有哪些，我就可以直接贴上。或者说我在 Spotlight 搜寻里面可以直接把我这个 App 里面的内容，然后直接转贴到无边际里面，或是到其他 App 当中，所以它就变成一个非常自动化的搜寻工具。那 Apple Watch 也推出了 Workout Buddy 的功能，那它就是一个像是给你情绪价值满满的一个助理。那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，它就会不断的告诉你说，哦，加油，你今年已经减少了多少热量，你还剩下几公里，剩下几分钟。所以就是一个结合了 AI 的 Apple Watch 功能。那还有一个重点是，对这次 App 开发者来说，这次发表会也是一大福音，主要有2点。第一个的话，就是这次 Apple Intelligence 它可以应用在所有本地 App 跟第三方 App 上面，所以开发者就可以去串接这些 API，并且去想说这些 App 可以结合哪一些跟 Apple 本地相关的自动化功能，那方便我们的生活。那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 Vibe Coding。相信这个名词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，最近很爆红的一个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可以透过询问 AI 来开发我们的 App， 直接用 AI 做出我们的 App。那现在在 Apple 的 Xcode 里面也支援了 ChatGPT，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GPT 询问的方式来开发我们的 App。那接着呢，我想要直接告诉大家，我听完这一次发表会我所得出的心得，以及 Apple 未来的发展以及应对策略。那必须说，我觉得体验跟技术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苹果一直把体验这件事情顾得非常好嘛。那在技术的部分，以往在硬体的发展或是这一些晶片的技术，苹果的确是非常的领先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，进入到 AI 时代之后，其实苹果在这一块它就是开始逐渐落后，甚至这几年来落后的很多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Apple Intelligence 的更新，假设这一些更专业、更复杂的内容，我们没有办法用 Apple Intelligence 来解决。那目前它也只有小的本地语言模型来解决日常的小问题。所以大家最后还是会使用比较方便的大语言模型，比如说我就会用 GPT 来制作贴文、生成贴文的图片。那我会使用 Google AI Studio 跟 NotebookLM 来撰写论文，或者说我在 coding 的时候，我就会直接使用 Cloud 来撰写。我在串接自动化的时候，我就会使用 N8N 的思维。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发现，如果你真的要谈到专业化的 AI，
Apple 完全是沾不上边的，而且今年的 Siri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更新，没有看到之前 Apple Intelligence 一发表，它就说就是这些自动化，我们可以用一张嘴巴就可以控制手机的所有功能。所以我的心得，我觉得就跟我在2年前的 YouTube 影片其实有讲过很类似的东西。我觉得苹果它不能再被困在硬体的思维当中，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一些良好的使用者流程，这些使用者体验，它其实都是基于原有的这一些硬体设备来达成。但是我们如果实现了完全的 AI 自动化，其实硬体的这些外观、这些样式、这些操作流程，它再也变得不重要。使用者他就不用去管说我要先点击哪个按钮，再滑动哪一个手势，进入到哪一个 App。他们会更加以我们工作的目的或是使用的目的为导向，所以我觉得苹果它依赖其他 AI 公司的大语言模型只是短期，那我觉得它长期还是必须要注重在隐私、本地语言模型跟大语言模型之间要如何取得平衡，这个才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所以 Siri 一定必须要去做优化。那目前唯一的突破口看起来可能是 Apple Vision Pro 它的这一种 immersive 的 video 或是这种更精致的沉浸式环境，可能是目前其他 AI 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。但是必须说，在技术层面还是需要更加的突破，才可以走出这个 AI 的浪潮。那观众想看到这边结束当然 OK，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发表会的细节，那就接下来来看一下我的会诊吧。那首先它第一个讲到的更新就是讲到 iOS 26，今年所有 OS 系统它全部都是统一为26，也是象征着苹果想要在2026年实现真正的 Apple Intelligence。那在 iOS 的部分，我觉得它针对社交、拍照还有 AI 的个人化陪伴有了非常多的更新。那首先现在讲到全新的界面设计，它是继 iOS 7之后最大的设计改变，那它叫做 Liquid Glass， 简单来说就是液态玻璃。那我自己看起来，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就长得更像 Vision OS， 比如说它有这种圆角的设计，或是这种挂件的功能，那英文叫做 Ornament。在锁定画面的部分呢，那它这个自定的时间功能，那它也可以更适应的去根据我们的图片调整。那在讯息、icon 等等的部分，它可以变成全透明的显示方式，或是以更不遮挡我们使用者的方式来呈现。那再来的话就是 Spatial Photo， 它可以直接用3D 立体的方式呈现在锁定画面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帅。那主画面部分的话，也有各种 icon 的呈现方式。那不管你是要有颜色、统一颜色，或是半透明，或是透明的 icon， 都可以全部做出来。在主画面的音乐，那它也是重新做了动画设计。那相机的部分，它就变得更加简约，它只有照片跟影片的这2个选项。那在照片 App 的部分也是，它就剩下 Collection 跟一般的 Photo 这2个选项。那我们任何的平面照片，它都可以变成立体的照片。Safari 的部分就是把一些不必要的画面缩小，在我们在滑动网页的时候，可以更全荧幕的显示。这个我真的觉得超级重要。然后在 FaceTime 的部分呢，它就可以自适应的去调整我们视讯的大小。比如说，我们没有在讲话的时候，它就会把对方放大，我们自己缩小。那在 FaceTime 上面的话，也有社群的界面，那我们可以更快去看到我们朋友之间的状态，更像一个社交的软体。那在 CarPlay 的部分也是苹果这次非常主打的。那不管是 Widget 的更新，或是 Live Activity 的更新，它都可以沿用在 iOS 的系统。那或是说 Apple CarPlay 的 Ultra， 那它用在 Aston Martin 的车子上面。那它这一次就可以直接把一些资讯整合在仪表板上面。那在电话 App 的部分呢，它现在多了一个功能叫做Unfiled Layout， 那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更快速的拨电话，还有一个功能叫 Call Screening， 那简单来说就是你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，它会给你静音，但是如果当对方他揭露名字，比如说我是外面送货的包裹快递，那他这时候电话就会从静音转成有声音，简单来说就是要让对方去揭露他的身份是谁，比较不会被诈骗嘛。也全新更新了 Hold Assist 的功能。那再来在 Message 讯息 App 的部分呢，那它就是全新新增了沉浸式的背景。那你也可以用 Image Playground 用 AI 的方式去生成你对话讯息的背景。那它现在有群组的功能，那群组的功能当中，它多了一个更视觉化的投票方式，就可以用动态的图表去呈现投票。然后在整体讯息的界面的部分呢，那它现在只有认识的人会呈现在讯息当中，所以它的界面就更像信箱，你熟悉的人跟一些不熟悉的人，它会把它切
开。那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，我可以更快速去找到我近期聊天的人，而不是一堆电信公司的推荐。Apple Intelligence 的部分就没什么大更新啊，一样就是 Image Playground，但是你现在可以去结合2个表情符号，或是2个表情符号结合文字，做出新的东西。那你可以更细节的去调整情绪表情，然后结合 GPT 有一些不同 style， 比如说像吉卜力动画或是不同的风格，你都可以用 GPT 来实现。但是一定要透过使用者同意存取这个权限，它才可以开始使用。然后再多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叫做 Live Translation，就是即时翻译的功能。比如说我们在传讯息的当下，它直接文字底下就会显示它的翻译，或是我们在视讯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翻译的语言。比如说奶奶她讲法文，但是她讯息的字母它是显示英文。那或者说我在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可以直接使用语音的方式来翻译，这个真的超级方便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跟一个日本人讲电话，他讲一讲的日文我听不懂，但是他会马上再接续一句中文来翻译给我听，而且即使你不是 iPhone 的用户，也可以支援这个功能。那接下来他就讲到了3个 App 的更新，那就是 Music 歌词的翻译，然后不同语言它会有发音的辅助教学，然后2首歌结合起来的混音，然后还有你最喜欢的歌手去把它精选。那在地图的部分的话，它会根据你常去的地方，比如说我常去学校、公司，它会提前帮你计算时间跟路况。我觉得这个对我这种常开车遇到塞车的人来说，真的是很方便。它可以提前的告知你该出门了。那在 visited places 的地方，它就是告诉你说，哎，你过往有去过一些地方，你忘记了，那你就可以去搜寻这个历史记录。那它同时也保有了隐私，所以苹果是不会存取到你过往去过哪些地方的。那 Wallet 的部分就比较偏向国外的一些更新，就是美国护照的 Digital ID， 然后 Apple Pay 上面的 Online Tracking， 你可以去追踪你的包裹的功能。那再来的话就是游戏 Game Center 没了，但是换成全新的 Games 的 App。那简单来说，它就是更个人化推荐你所游玩的游戏。你下载过游戏列表，它也会呈现出来。那你不管是要直视使用、横视使用控制器，都是可以使用这个 App 的。那它推出了全新的挑战功能，你可以跟朋友之间进行竞赛，开发者来说也很方便，你就可以去制作这个不同游戏的竞赛排行榜。那最后的话 ，iOS 26的更新就讲到了 Visual Intelligence，那就是一些很生活化的应用，但是它就是专注在使用者上面，技术突破不多。我滑动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，我可以直接马上截图。那右下角就有 Visual Intelligence 的功能，我就可以直接去搜寻到类似的衣服。那或者说我在截图之后，我可以 highlight 特定的商品，比如说这张图很乱，那我只喜欢这个电灯，我就可以把它圈起来。那我就可以去看到这个电灯它搜寻的以图搜图的内容。那或者说我可以截图演唱会的时间，它就自动帮你加入进去行事历里面。那我可以截图并且询问图中的问题是什么 ，AI 它也会自动的回答你。那接着他就讲到 WatchOS 26的更新。那第一个更新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Workout Buddy。那它在运动过程当中，它就会不断的透过语音的方式鼓励你，告诉你运动剩下多少时间，你身体的即时状态是什么，给予你满满的情绪价值。那它也会透过不同的运动，你可以去搭配不同的音乐或是 Podcast， 让你在不同的情境可以去使用。那智慧型堆叠的话，它就是根据你的地点给出健身智慧型堆叠的建议，或是根据环境的声音给你通知的大小声。讯息的部分也会根据对方讯息给你一些自动化建议的回复，比如说，对方问你地点在哪里，它就会跳出一个分享位置的按钮。那在电视的部分，它就是强调了跟 iOS 跟其他 OS 一样的这个流体玻璃的设计，那就是更漂亮的设计。那第二个功能是 Profile， 那其实你简单来说就跟 Netflix 一样，你就是会有不同人的使用者，那它会进入到不同使用者的使用记录当中。这个部分简单来说就是让家里面变成 KTV， 你的 iPhone 就变成你的麦克风，然后它会跳出一各种有趣的表情符号来跟你互动。那在 macOS 里面的话，我觉得在工作方面真的方便了很多。那界面的部分的话，它不管是背景、Image Playground、即时翻译这些，就跟刚刚一样嘛。那在界面的部分，还有一些像是 Sidebar、Toolbar， 控制中心变成透明，你可以去自定控制中心。然后资料夹各个颜色 icon， 你也可以去自定。所以有颜色强迫症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你整个界面变成一样的颜色。那在接力的部分的话，就讲到说 Live Activity 的联动，然后 Shortcuts 的地方就是捷径的 App， 它这一次可以用 Intelligence Action， 你可以去自定自动化的功能。
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 Spotlight 搜寻。Spotlight 搜寻现在你可以把各个指令都打在里面，比如说我想要播放音乐，我想要即兴，我想要更改这个 App 它里面修图的颜色，我都可以做到。或是 Quick Keys，就是我可以自定快捷键，那我可以去找到我近期复制的东西，我可以打开近期开启过的 App。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方便，因为我常常在复制东西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要复制这张图片，那接着我要复制下一张图片的时候，第一张图片的复制记录就不见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再重新点一次。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一整个复制记录的栏位，那你就可以去点击你近期想要复制的东西。那或是说我想把做好的内容放到某个 App 当中，现在都是完全可以透过 Spotlight 搜寻来完成的。讲到 Visual OS，没想到 Visual OS 才推了第2代，它直接跳到26了。简单来说，它这次针对体验有了很大的更新。我最爱的就是这个 widget，widget 它现在就是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比如说像是一个相框，它挂在墙上，或是一个窗户，你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，它就融合在你家里的场景里面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棒。那你再次打开 Vision Pro 的时候，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些场景。照片的部分也跟 iPhone 一样有 Spatial Photo，那在 Vision Pro 里面看起来当然更加的立体。那 Apple 也有 Spatial Gallery App， 那你可以去看到苹果精选的一些漂亮的立体照片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讲到 Persona 的部分，那它是针对 Enterprise 公司去设计，比如说它就会变得更加逼真。那你可以跟你身边的人一起去看电影，那或是你们可以一起去操作仪器，那或是你可以快速去存取你的 Vision Pro 资料在 iPhone 里面。那比如说你的工作伙伴要使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快速的让他带起你的 Apple Vision Pro。那罗技也推出了一支专门使用的触控笔，可以在3D 的空间里面画画。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棒，这个是我开发 App 一直想要做的一个东西。现在各种 content 它也可以更立体化的互动，不管是配合的 GoPro 啊，或是一些网页，都可以更立体化的互动。那接着讲到重头戏，它放在最后面，那就是 iPadOS 26支援了 Multitasking 的全新功能。App Icon 里面终于有叉叉的功能了，哇，这个不知道让我等了几年啊，终于推出了。我在上一部影片里面还在抱怨这件事情，没想到过了1周，苹果就真的推出了。那我们现在重新打开 App 之后，它就可以复原在它原本的位置当中，并且我们可以拖移到荧幕之外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快速分割滑动来调整比例，就是 Tiling Option 的这个功能。那我们也可以跟 MacBook 一样，我们用手势上滑之后，就可以看到多个 App， 并且去选取我们想要的 App。那 Menu Bar 的话，它这个功能终于更像电脑了哦，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那所有的 iPad 都可以使用这些功能。那我觉得可能苹果真的意识到 iPad 的销量真的已经到了一个高原期，那必须真的要让它更接近电脑，然后更推广到学生市场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用途。那档案的部分就跟 macOS 更新差不多，一样有客制化的设计。然后很棒的是，我们在右下角跟 MacBook 一样，可以看到下载项目的列表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下载项目的档案拖到邮件或是拖到其他 App 里面当中。那同样跟 MacBook 一样有 Preview 的功能。然后在 Audio 的部分就更符合我这种数位创作者设计，我们可以直接在 AirPods 上面录制 Studio 的声音，并且去控制暂停、开始录音，根本就可以直接当成一个专业的麦克风了，可以不用买这个麦克风了。那我们也可以更清楚的讲电话，或是 Local Capture， 我们可以在讲电话的过程当中直接变成档案的格式。那可以用在一些访谈，比如说访谈完，我们用电话访谈完之后，它就会直接帮你转成 MP3、MP4 的格式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 Background Task， 就是我在背景当中可以做其他事情，比如说我剪辑完影片，我要汇出影片的时候，我永远只能停在这个画面，但我现在可以把它丢在背景画面，然后去做其他事情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非常的重要。那最后就是关于一些开发者的更新，这次也特别着重。第一个 App 叫做 Icon Composer，因为现在 App 它不只有白天模式跟黑暗模式，它现在还有支援这种流体玻璃的模式，所以我们可以做更客制化的设计 icon， 所以它就多了这个 Icon Composer 的软体。那接着第二个就是如我开头讲到，就是这次 Xcode 它可以跟 GPT 做结合，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在 MacBook 里面实现 Vibe Coding 的功能。所以以上就是这一次发表会的更新啦。那结论跟我的想法的部分就在影片的最前面。那刚刚跳太快的人可以直接到影片的开头去看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。那我们就会帮大家做更详细的实测，直接帮大家更新 iOS 26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就要，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啦。大家再见，我要去睡觉了。